救下太子后，我没有再说出自己的名字，而是报上了身边丫鬟的名字，只因前世太子上门提亲时，将婢女西翠误认成了我，对她一见钟情。嫁入东宫多年无所出，太子宽慰我，还抱来旁之子嗣养在我的膝下，却都是他和西翠苟合生下的孽种。直到封后之日，西翠怀着身孕偷穿我的凤袍，对我笑得挑衅：这衣裳当真衬奴婢，奴婢穿上也像个娘娘。我盛怒之下，让人剥掉她的衣裳，才扬起手就被萧凌推下了高台。我浑身是血，倒在他怀里，他惊慌失措，紧握我的手。朕不是故意的，西翠是有错，但她怀着身孕，朕只是不想你伤到她。重来这一世，他既对我身边的奴婢情深暗许，我便成全他，让他娶一个家奴为妃。从护国寺上香回来，山雾蒙蒙，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地点，一道人影蹒跚出现，血染锦衣，栽倒在了马车前面。马车霎时停住，陪着我上香的婢女紫云发出一声低呼：小姐，是一个公子受伤了。听着紫云一般无二的话，我动也未动。上一世听到紫云的惊呼后，我蒙上面纱，下了马车，用马车上携带的金疮止血药就下了他，满脸血污，也依旧难掩受伤之人的剑眉星眸，清俊贵胄。服药之后，地上的人有了几分好转，他强撑着，眸光煞是温柔，向我询问：姑娘姓甚名谁？我日后也好报答姑娘的恩情。我到了一亲的年纪，又养在深闺，阿爹不喜欢我抛头露面，只是迟疑的片刻，他已经失血过多，晕了过去。重来这一回，望着晕倒在马车前同样的人，我没有拿出金疮药，而是取出了放在马车中防身的匕首。匕首的寒光照亮我一双寒意铮铮的眼眸。想到前世我嫁入东宫之后，萧凌对我的种种亏欠和薄待，最后更是亲手将我推下高台，让我活生生流尽鲜血，如折翼的凤凰痛死在他怀中。我握着匕首走到重伤不醒的萧凌面前，倒不如在他亮明身份之前，先下手为强，于荒无人烟之处要了他的性命。我握紧匕首，朝着他胸口刺去的刹那，昏迷中的人竟激起了求生欲，睁开了眼眸，他双眸冷厉，冷不丁死死握住我的手腕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面色不改，眸光换上了关心。公子受伤了，我不过是想割开公子的外伤，检查公子的伤势，也好上药。心中不免惋惜，这么好的铲除大患的机会没能得手。不过这一世，他必然要死在我的手中。萧凌身为太子，身边有暗卫跟随，很快暗卫便会找到这里。我垂眸，敛去了眼中的恨意，与前世的画面一样，我脸上的面纱旁边有几缕发丝垂落，平添了几分柔弱无害。萧凌看我的眼神也从刚开始的戒备冷酷，渐渐融化为温柔复杂。他松开了手，任由我割开他的外袍，为他包扎伤口。我收回手的同时，被他一把紧紧握住，和前世说出的话几乎相差无几。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今日你救了我，来日我必定登门拜访，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我望着他与我相握的手，眼底再无小鹿乱撞的慌乱羞涩，唯有一片厌恶的寒凉。面纱遮住我嗤笑的唇角，这一时我抢在他支撑不住，昏死过去前开口：奴婢名叫西翠，救下公子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萧凌眼中闪过错愕惊讶之色，抬起手就想揭开我脸上的面纱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我意料之外，前世萧凌并没有支撑这么久，更没有想看清我的模样。我猛然推开他，避开他的触碰，如避蛇蝎，踉跄后退了2步，心中明白过来，或许重生回来的不止我一个。好在萧凌身边的暗卫及时找来，将他带回了东宫。回去的路上，紫云忍不住疑惑，问我：小姐，刚才那位受伤的公子，从衣服样貌上都能看出身份不凡，明明是小姐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为何要报出西翠的名字？西翠是我房中的大丫鬟，也是乳娘带入府中的女儿，从小与我一同长大，算得上后院里的半个小姐。可就是这个我视若亲姐妹的人，给了我最深最狠的一刀。我没有太多解释，只是浅浅讥讽一笑。他迟早爱慕上的人都会是西翠，倒不如我顺水推舟，帮他们一把。要知道，上一世我救下太子萧凌后不久，他亲自登门道谢。西翠是我贴身婢女，抢在我前面见到了他。萧凌对他一见钟情，大概是从那时起，因着我救他时蒙了面纱，他不知我的样貌身份，便把西翠误认成了恩人。等我赶到前院，萧凌有其他要事，已匆匆离开，只跟父亲定下了婚事。等我嫁入东宫，萧凌满怀期许掀开盖头，他看见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我至今还记得他紧锁眉头，震惊之后厌恶到后退的样子。他咄咄逼人，质问我：你是谁？姑要娶的是当日的救命女子，是白家的小姐。我委屈慌张之后镇定下来，向他解释我就是。可是萧凌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婚房中传来细细的啜泣，我陪嫁丫鬟中的西翠捂着唇哭出声音。萧凌一下子注意到了他，眸中失而复得的惊喜，
随之是明白过来的惋惜。我作为他亲自迎娶的太子妃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西翠从那日之后变得一直心不在焉，时常朝着外面张望。他摔碎了我极为喜欢的折腰碗，我不过训斥了他2句，恰好来我宫中的萧凌阔步而来，那一袭蟒袍不偏不倚挡在西翠的面前。他沉着脸责怪我：你已经抢了他的救命之恩，如愿嫁入东宫，就不能让着他一些？当时我没有明白他的话，只闻到萧凌满身的酒气，只以为他是喝醉了。第2日，他酒醒之后，立马向我要走了西翠。之后，在东宫的数年，我多次小产，伤了根本，再也怀不上龙嗣。入宫请安，连向来宽厚待我的皇后，看我的眼神也有了微妙变化，苛责、失望、不满。我在坤宁宫，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连绵拂面的春雨中跪了半日之后，终于忍不住找到萧凌哭诉。萧凌沉默半晌之后，握住我的手，温声宽慰：有无子嗣都无妨，姑不在乎。其实从庞宗那儿过继来皇室血脉也是一样，母后也是太心急了，才会如此逼你。那时我不知，他字字体贴，字字却是催命刀。辗转几夜难眠后，我答应了他的提议，从庞宗抱来孩子养在膝下。萧凌眼中发亮，闪过惊喜，那一碗破天荒留宿在了我那里。如果我更聪明一些，更敏锐一些，兴许能早些发现他的反常。几日之后，工人将挑选好的孩子送到了我面前，萧凌满脸笑意，当着我面夸赞：此子生得圆润可爱，天庭饱满，是宗室那些孩子中最出挑的。姑一见到他就觉得有缘，日后能成大器。我满脸苦涩，笑得极为勉强苍白。他也没有发现分毫。从萧凌书房离开前，我见到了西翠，乍看之下，我险些没认出她来。她一脸虚弱，身体也丰腴了不少，竟像是成婚之后的妇人。西翠见到我，没有行礼的意思，盯着我抱在怀中的孩子，目不转睛。她大胆地上前一步，想从我怀中把孩子抢回去。太子妃，孩子让奴婢来抱吧。我面色不愉，几年不怎么见面，她竟这样没规矩，跟在我身边的紫云喝诈。好大胆子，你什么身份？跟娘娘抢小皇子？小皇子金尊玉贵，碰了摔了，你一个奴婢担得起吗？西翠像是惊醒过来，不舍又高兴。奴婢身份卑微，求娘娘一定要照顾好皇子。怀中的皇嗣突然啼哭不已，我抱着孩子匆匆而去，却是没有细品出他话语中的怪异。接下来10年间，我陆陆续续养大了4个孩子，对他们尽心尽责。先帝并天，萧凌登基，我顺理成章封后。也就是在封后那天，西翠出现在册封的高台上，不无骄傲，高高的挺着肚子，身上偷穿的正是上一举赶制出的凤袍。奇怪的是，她身量与我不同，怀孕体阔，但是那件凤袍穿在她身上却是刚刚好，仿若从一开始就为她定制。我浑身发抖，泛着寒意，不敢深思下去，命令工人把凤袍从她身下剥下来。西翠仰着脸，讥诮地对我笑着，神色不服。我不过刚抬起手，背后传来极大的推力，甚至来不及回头去看一眼是谁，便宛若一只折翼的鸟从高台跌落。剧痛之下，我满眼是血和泪，看见萧凌慌张无措朝着我狂奔而来，明黄的衣裳跌跪在我的身边，他紧紧握住我颤抖冰冷的手指。石锦，朕不是想故意害你，要你的命，朕只是一时情急。西翠是有错，但她怀着身孕，朕只是不想你伤到她。我痛得发不出一丝声音，临死之际，拼命抬起脸去看高台。高台之上，我养大的那几个皇嗣都围在西翠的身边，他看我的眼神一副胜利者的得意。细看之下，那几个孩子逐渐常开的眉眼都与他相似。可笑，我一手养大的孩子都是他和萧凌暗中苟合剩下的孽种。我合上眼睛，痛苦煎熬间，意识完全消散前，听见萧凌在我耳畔责怪叹息：你这一世千不该万不该冒领了西翠的恩情，还打压欺负她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萧凌他认错了恩人，而我犯下最大的错，便是从一开始就不该救下他这个白眼狼。上香归来，回到白家府邸，我让后院的婆子押来了西翠，跪在我面前。这是我重生后第一次与他相见。16岁的西翠与我容貌细看之下隐约有几分相似，特别是露在外面的那一双眼睛，加上他在白家过得不错，算得上半个主子，我对他也多有纵容，将他养得娇艳贵气。西翠跪在地上，惶恐不安，死死地咬着唇。我注意到他攥着裙角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珐琅镯子，珐琅镯子本来是一对，一只戴在我的手腕上，另一只我原本放在妆帘里，后来寻不见了，没想到被西翠偷拿去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，而恰巧这只镯子是我救萧凌时所戴的。萧凌看到他手腕上的镯子，所以认错了人。可是前世他有那么多次解释的机会，却选择将错就错下去。他素来最得我的宠爱，所以这一次压他来跪下，他还不服气质问我：奴婢不知犯了何错，哪里惹怒了小姐？我漫不经心放下手中碾磨的茶盖，指了指他的手腕：盗窃主家东西，心不甘手不净，按照家法赐死吧。神魔！西翠倏地抬起脸，
眼眸瞪大，不可置信。赐死！我平淡重复了一遍，还不行刑？不止他不敢相信，后院中所有下人都不敢相信，我把西翠当成妹妹，从未罚过她，而这一次，仅仅因为一只镯子，我就要她的命。动手！两个婆子上前，手中握着白绫。西翠想要逃跑，挣扎都是无济于事。我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，想来前一世，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小产，也是她和萧凌的手笔。白绫一圈圈缠上她的脖子，慢慢收紧。刚开始西翠还哭喊求饶，到后来她一点声音都发不出了。后院不少下人吓得发抖，不敢看下去。只有我从始至终淡然快意。残忍吗？比起前世她对我的种种背叛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西翠奄奄一息之际，突然有人踹开了后院的大门，金枝的蟒袍一晃而过，踹倒了两个婆子，把娇弱若梨花、风吹玉散的西翠抱入了怀里。刚包扎过伤势，就急忙赶来白家的萧凌，望着我满眼失望，眼眸泛红，目眦欲裂。我对上他恨透的眸光，一派淡然，半点涟漪也经不起了。这样的目光，前世我见过太多次。他一出声，便是低哑的怒斥：白师姐，你竟如此恶毒！孤已经跪在殿前，求来了圣旨，要娶西翠为太子妃。我听完，抿了一口凉透的清茶，凉意伴着苦意，直达心底。他比前世还等不及要娶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奴为妻。我要做的自然是成全他们。西翠是未来太子妃，你们谁敢再对她动手？后院一片震惊与安静。萧凌眸光灼灼，他带着点嘲笑问我：白石锦，你也重生了对不对？所以重来一次，便要迫不及待对西翠下手。太子之言，我并不明白。身边的紫云忍不住为我说话：西翠身为家奴，屡次手脚不干净，偷拿小姐的东西，难道不该处以家法吗？他怀中的西翠适时转醒，虚弱无力靠在他怀里，悠悠含泪向我求情：奴婢知错了，还求小姐饶过奴婢这一回。他退下手腕间的镯子还给我，一瞬间，萧凌的眸子骤然紧缩，震惊死死地盯着那只珐琅镯，嗓音干涩至极，从喉咙间挤出：这个镯子怎么会是你的？珐琅镯子是西洋运来的贵重首饰，自然是我家小姐的东西。西翠不过是白家的奴婢，太子殿下还想倒打一耙吗？萧凌身体颤抖，甚至能听见牙关紧咬的声音。前世你为何不解释？我听罢又觉得好笑，我解释过，他听过吗？到了最后又能挽回什么？都是一样的心如死灰。我仍记得西翠陪在他的身边，虽无名无分，只是个宫女，可萧凌待她却是与众不同的。一场东宫夜宴上，他故意做了手脚，在羹汤里加入了徐良娣不能碰的杏仁粉，害得徐良娣当众出丑，脸上红肿成了一片。到后来，徐良娣更是喘息不了，险些丢了性命。我不过是按照宫规降下责罚，萧凌就先一步把人护住，朝我看来的目光更是冰凉。人总有出错的时候，西翠刚来东宫，很多事物都不熟悉，你何必借机发作，故意为难他？一点小事而已，徐良娣也无大碍。你身为太子妃，应宽和御下，咄咄逼人，只会更失人心。一盆冷水，一通数喽，让我彻底沦为宴会上的笑谈。说话间，萧凌为他求来的赐婚圣旨送来了白家，所有人前去前院接旨，颁旨的宫人未变，圣旨却不一样了。前世是赐婚我与萧凌，这一次我的名字换成了西翠。西翠只是白家的奴婢，哪怕萧凌为他求来了旨意，身份还是太低，所以旨意上还有一道，要让我们白家收西翠为义女，成为府中二小姐，跟我平起平坐。我紧了紧袖下的指尖，面上不露，起身后替身边的丫鬟西翠接下了这道圣旨。今生如愿娶到西翠的萧凌，面色却是一片煞白，他惊慌后悔，几乎抬不起头去看我脸上的神情。弄错了是姑弄错了，姑会去向父皇说清楚，石锦你再忍一忍，等一等姑。我握紧手中的圣旨，讽刺地牵了牵唇角，圣旨岂是这么容易收回的？太子在乾清宫前不是摆跪了？听到萧凌要去求君王收回赐婚圣旨，西翠的身姿摇晃，若不胜风一般，突然晕倒在地。在他晕倒的刹那，原本站在我身边的萧凌立马冲了上去，将西翠揽入怀中。下意识的动作骗不了人，想想也是，他宠爱了西翠一世，若非爱他入骨，又怎会跟他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？又怎会想方设法绝了我生育的可能，好把他们的孽种挂在我的名下，入了玉蝶，成为真正的皇家血脉。这一世，我非但不会拆散他们，还会亲手送丫鬟西翠入东宫。德不配位，反受其累。那顶六龙三凤冠可不是那么好戴的。晕倒的西翠脸上血色全无，愈发显得楚楚可怜。萧凌抱着她，眼中掩饰不了的焦急。石锦，你要恨就恨姑吧，是姑有眼无珠，两世都认错了人。圣旨已下，西翠也算是你的衣妹了，以后别再欺负她，把她当成下人对待。说完之后，萧凌抱着她快步而去，寻找大夫。到了晚长，西翠才被萧凌亲自送回。下了马车的西翠欢快得像一只雀鸟，她捧着锦盒来到我的房里，烛光下，她扬起半张小脸，怯怯又有些得意地唤我：姐姐，
这下我们真成亲姐妹了。紫云看不惯他那副张狂的嘴脸，忍不住上前想要动手，我不动声色按住了他的手腕。西翠打开了锦盒，都是东宫送来的聘礼赏赐。姐姐，我来赔不是了，我不是故意想跟你抢太子，前世也是如此。他惯会装出柔顺无辜。紫云上去给他一巴掌，只会钻入他的圈套，这样的亏我也吃过。上一世的簪花宴，朝廷命妇世家小姐云集，由我这个太子妃为他们簪花赐福。西翠捧上来的鲜花中却藏了马蜂，马蜂突然飞出，见人就蛰。我受惊之下，一把将西翠推开，她摔在地上，手臂见了血，很快染红了宫裙。其实手臂上是她自己亲手割开的伤口，只等着演一出苦肉计。簪花宴大乱，赶来的萧凌最先扶起的却是西翠。看到她手臂上的血迹，还有她强装出的笑靥，萧凌看我的眼神凉如暮霭薄雾，只剩下失望和责备，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愿与我多说。那时候我对他是有一份真情在的，少年夫妻谁不期许能共白头，相携相知一生？哪怕在冰冷的宫闱之内，至少我对他的那份真心是热的。更何况我亲手救下他，便盼着他如画本子那样，他对我心怀感恩，以身相许。就因为这份可笑的真心，我伤得分外的深。他没有与我说话，也没有听我解释，直接罚了我禁足，在寝宫中面壁思过。西翠好谋算，3两只马蜂就害我差点丢了太子妃的位置。他送来的那些赔罪东西，我一样也没碰过。本想让紫云丢掉，又怕沾上不必要的麻烦，索性全部塞入了箱底。萧凌又跪在了乾清宫门前，这一次他跪了1天1夜，求皇上收回赐婚旨意。他说自己认错了人，当日在山路上救他的另有其人。天子一言，岂如儿戏？他连父皇的面都没见到，直接被传话的宫人撵走了。飞花似梦，细雨如愁，形容狼狈，浑身浸透的萧凌在白家的祠堂门外守到了我。他声音发哑，石锦，这一世能不能委屈你做我的侧妃？姑保证会待你好，补偿你，日后你便是妖皇后的位置，姑也给你。我等他急促地说完，沈笑指向自己衣襟前一小片白色麻布，他僵硬住，所有嗓音卡在了喉咙处。我娘亲病逝了，父母丧，3年不改其服，我需守丧3年，3年之内都不会嫁人。我声音很缓很淡地说完，前世阿娘听闻我要嫁入东宫，她怕耽误我的婚事，便硬挺着，靠苦涩的药吊着最后一口气，受了很久的罪。这一世我陪在阿娘身边，送她离开。站在昏暗雨幕中的萧凌止不住的颤抖，睫毛上也沾着一层水珠。她面色惨淡，喃喃说，前世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我笑意透着冷淡，世事如棋局局新，太子殿下，很多事总是会变的，譬如前世我死在他和西翠的手里，焉知这一世重头来过，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？半个月之后，西翠得意至极，便如突然飞上枝头的麻雀，由我这个名义上的姐姐为她送嫁。上花轿前，西翠假意掉了2滴不舍的眼泪，我也不知太子殿下为何就对我情根深重。说起来，姐姐才是嫡出小姐，比我更适合成为太子妃。她不知缘由，我当然比谁都清楚。这条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的路，是我亲自帮她选的。既然前世他们爱得痴缠，无名苟合，躲在东宫生了那么多孩子，我当然要成全，让世人看清太子的选择，也希望萧凌莫要后悔得太快。西翠泪中含笑，妹妹不会忘记姐姐的恩情。我不动声色抽回被她握住的手，恩情就不必了，坐稳太子妃的位置才最要紧。西翠志得意满，一点也不把太子妃的身份放在眼中。姐姐放心，太子殿下那般宠我爱我，定然不会让我在东宫受欺负。我笑了笑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很快他会明白这个道理。女子想要立稳脚跟，永远不能仅仅依靠男人那点单薄的宠爱。穿着龙凤喜袍来迎亲的萧凌，还和前世一般无二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轩昂俊美。只是他穿过人群，深深地望着我，哪怕搀扶新娘进花轿，脸上也没有一丝喜悦笑意。我回到了白家，命人关上大门，抹撒着手腕间发廊的镯子。那日处死西翠时，我做了2手准备，要么悄无声息杀了他，要么揭露前世真相，在太子萧凌心中种下一根拔不掉的刺。他费心迎娶的不过是白家奴婢，哪怕是他前世爱过的女子，也只是用救命恩情欺瞒了他一世。满腹算计的骗子，藏在东宫中的眼线很快传递回消息。新婚第1日，萧凌早早起身，神色倦怠，对西翠毫无前世的偏宠。到了中宫敬茶请安，皇后因她身份太低了，哪怕成了白家义女，也难以掩盖她家奴出身。西翠跪在地上，敬上的茶，皇后娘娘久久没有接过去，显然是看不上她。要不是她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太子又下跪求娶，乳娘之女哪配嫁入东宫呢？西翠咬了咬唇，眼泪很快溢了出来，泪眼婆娑，朝着那一抹蟒袍所在看去。但自从成婚之后，萧凌一直心不在焉，他没有看到西翠求救的眼神，也没有帮她说上一句话。这是前世绝不会发生的事。上辈子西翠在哪？
萧凌的目光便会不由自主落在他的身上。但凡他受点委屈，萧凌会立即为他出头。西翠一落泪，皇后更加嫌恶他小家子气。皇后用帕子遮住鼻尖，轻笑：“本宫还没说什么，你好端端哭什么？旁人还以为本宫怎么着你了？大婚才过1日就哭哭啼啼，没来的晦气，太不懂规矩了。让女官教你学学规矩吧，别成了太子妃，还惹出笑话来。”萧凌提前离去，说还有事情处理，把西翠留在了宫内，端着茶跪了大半日。看完纸条后，我眸中凝着的寒冰没有化开，只是这样的教训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我要他们前世有多爱，今生就要恨死对方，相爱相杀到死。西翠的肚皮不是很能生吗？10年时间，儿女不断，而我的孩子个个夭折。清宫的苦涩药汤，丧子的痛楚，也该换他来尝尝了。与前世的轨迹一样，按照规矩，成为太子妃后要举办一场簪花宴，一来彰显皇室身份，二来为命妇小姐们赐福。上一世我的簪花宴被他毁得一团糟，不少命妇贵女被撞倒蛰伤，哪怕后来我竭力挽回，也在世家中落下了极差的印象，以至于后来在我封后那天，不少文武功臣跳出来反对。这辈子的簪花宴，我还是待在闺中的白家小姐，和其他命妇贵女一起出席了宴会。西翠在白家时再得宠也只是下人，没有人教过她如何主中馈，如何办宴会镇住场面，更不知京城中有哪些世家间的渊源亲疏，这些都需要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。山鸡装不出凤凰，家奴就是家奴，爬上了太子妃的位置，也成不了人上人。没有人故意使绊子的簪花宴，也是办得一团糟。菜品需要按照世家品级告命夫人的身份来，西翠她不知。簪花也分花王、花仙，她同样一概不知。前世这些事，我早就留了心眼，向皇后娘娘请教，做到万无一失。她自惭身份，被罚过之后，见了皇后，像是耗子见了猫，哪敢踏入中宫半步。菜品不对，买来的鲜花，她不知品种，工人见人下菜，以次充好。西翠坐在太子妃的主座上，手忙脚乱。很快，簪花宴上议论声不绝，大家都知道了她的家奴身份。不少命妇维持着礼节，寻了个理由，陆陆续续走了一大半。看着空了的簪花宴，还有那些贵女对她的嗤笑，西翠脸色发烫，不顾场合，不顾地方，委屈难堪的直掉眼泪。簪花宴本就是彰显太子妃身份的仪式，身为太子不便插手。坐在他身边的萧凌看见他哭了之后，厌烦地皱了皱眉，目光扫过空荡的簪花宴，他一甩衣袖，烦躁又觉得丢人。我坐在宴会不起眼的地方，将这场闹剧从头看到尾。萧凌重重移至手中的酒杯，冷声埋怨：前世你温柔懂事，深得姑喜欢，为何这一世你什么都不会，半点都比不上他了？我自然清楚萧凌说的是谁。前世我所有的事情为他处理得当，他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。西翠没有坐上太子妃的位置，不需要处理庶务，一味的讨好他，抓住他的心，装乖顺装柔弱。相比之下，床榻勾人的西翠让他神魂颠倒。可这一世不同了，我把西翠推上了本不属于他的位置，有了对比，有了落差，萧凌的心中也有了失望和埋怨。从家偶到怨侣，慢刀子割肉，我轻轻弯唇，不过才刚刚开始。簪花宴不欢而散后，西翠不想着收拾烂摊子，居然想着来找我麻烦。她的眼界确实配得上她日后的下场。女子的目光不该居于内宅，居于与谁斗，应该更长远，抓住钱与权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这个道理也是我死过一回才彻底明白。她身边的宫女拦住我：你就是白小姐吧？太子妃邀您一见。我跟着她来到了熟悉的寝宫，刚一踏入房间，她身边的心腹宫婢厉喝道：见到太子妃还不下跪？我轻笑：妹妹当了太子妃，便忘了白家收养了你10几年，不如妹妹先跪就主，还了白家的恩情后，我再跪你这个新主。西翠面色一僵，挥退了身边的宫女，才笑得无辜亲近。姐姐误会了，都是那些宫婢太注重规矩，我怎么舍得让姐姐跪我呢？我拿出了准备好的新婚贺礼，妹妹与殿下大婚之喜，我没什么可送你的，唯有这条项链是娘亲留下的。这条项链也是她前世从娘亲遗物中找出送我的，正因为是母亲的遗物，我没有怀疑过，日日佩戴在身上，谁知里面被她凿空，塞入了红麝香，导致我屡次有孕，又屡次小产。西翠与我一同长大，娘亲对待她也如对我一样悉心照顾，没想到她利用娘亲害我至此。看到我送上的项链，西翠红了眼眶，其他东西她不会收，但看到这条项链，除非真正的狼心狗肺，她一定会收下。半年时间，本该深得皇上心意的萧凌，这一世屡次挨骂，甚至宫中几次传出要废掉太子另立储君的消息。萧凌的很多奏折文书都由我帮他润色，就连许多政策也是我帮他出谋划策，故而帮他早早坐稳了太子之位。但这一世陪在他身边的西翠大字不识，宗族里的学堂更是没有资格去过，他唯一会的只有那点功夫，
一有空闲就缠着太子厮混，自己上位不光彩，也容不得身边其他宫女效仿他，靠近太子。为了稳固自己太子妃的位置，这一世的西翠打压宫女，找到机会就划伤稍有姿色的宫女面容。宫女脸被划伤后，他还不许太医过来医治，任由炎炎夏日间伤口溃烂流脓，最后留下伤疤。直到被刚入东宫的徐良娣撞见，徐良娣发出一声尖叫，以为白日里撞见了深宫里的厉鬼。这件事惊动了皇后，皇后出面送那些被毁容的宫女出宫，还给了好大一笔封口费，才将这件事平息。因为这件事，太子遭训斥，西翠被留在中宫，跪在庄严妙目的佛像前悔过。原本皇后想让他抄写佛经，哪想到他竟不识字，皇后差点气得背过气去，最后只能让他背诵拗口的经文。萧凌离开东宫，来到白家门口，一袭蟒袍，不变的锦绣玉带穿在他的身上，却多了一丝落拓颓败。只是成亲的半年光景，他像是瘦了不少，一双眸子里面爬满了血丝。见到我之后，萧凌百感交集。我见到他，一是无话，太子若无事，还请不要挡了我的路。我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时，犹如一尊塑像，一动不动的人握住了我的衣袖。石锦，姑悔了。他嗓音哽咽，苦涩艰难。前世姑姑负你良多，不知你对姑如此重要。我失笑，他不是悔了，是怕了。换了一个人之后，才知我的重要。我为他妻，为他臣，帮他操持东宫，帮他铺平前路。没了我，他一事无成，就连太子身份都岌岌可危。他垂下的眼底多了几分考量和愤懑。现在想来，很多是非你所为，是旁人做的手脚，诬陷了你，姑错怪你，还害得你死在封后之日。这一世，姑做什么才能让你重回身边？他问得无措，小心翼翼，恨意凝在喉咙间，化为碧血。我慢慢咽下喉咙间的血腥，慢慢笑了起来。绝无可能了。我没有回头去看，也不在乎萧凌此刻脸上是何种表情，踏上马车而去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等着我去谋划，我要他们死。半年以来，西翠变着花样缠着萧凌，肚子依旧毫无动静。他出身低微，被皇后厌弃，更需要子嗣傍身。东宫中的宫婢提了一嘴，城东庙里有个神医很灵，有一剂偏方，万金都不卖，但凡喝过的妇人，很快都有了孩子。西翠病急乱投医，暗暗记在了心里。他带着蜜梨出现那天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坐在帷幕后面，听着他高高在上、难掩急切的声音：你当真是神医？只要喝了你的药，就一定能怀上身孕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身份高贵，若你敢骗我，我会让你满门抄斩。神医见过的高门贵妇太多了，一点也不害怕。这位夫人肝火太盛，也不容易怀上身孕，若是不信老朽的医术，也可另寻高明。西翠一僵，你先把手拿出来，老朽为你把脉。他伸出手后好一会，紧张地问：如何？我的身体哪里有问题？能调理好吗？神医一摸胡子，只是摇头。夫人身体健康，看来是你夫君有问题，不如喊他过来一起问诊。萧凌贵为太子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？神医也看出了他的为难，道：这样吧，老朽先开一副补肾益气的药，你拿回去给他喝下，应该会有转机。西翠问他要价多少，神医比出个500两银子，我这药方不外传，喝下去必定有效，若无效，夫人可以带人来砸了我的摊子。他狠狠一咬牙后，走了宫中账目，才给出500两现钱。待西翠离开后，我才从帷幕后走了出来。神医没了刚才的镇定，一下子扑通跪在我面前：姑娘，饶过我这一回吧，我现在就离开京城，再也不来坑蒙拐骗了。是了，这个所谓的神医只是个江湖骗子，我拆穿他骗局之后，只是以报官为由，稍加威胁，就让他乖乖听话，帮我演了一出戏。我让紫云记下他的名字户籍，对他道：证据都在我这，只要我以后再听到你卖假药的消息，我会立刻呈给官府，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送终。是，他这样的江湖骗子，狡兔三窝，想要再抓住一回可不容易。离开庙宇，紫云为我系上披风。小姐，西翠会给太子喝下这来路不明的药吗？我平静道：一定会，500两银子都够买几十个他这样的家奴了。我故意让神医开高价，就是让他肉疼，让他不得不试一试。回去之后的西翠几番犹豫后，还是支开了工人，把药粉放入了太子常喝的茶水里。天色蒙蒙亮，紫云等不及来向我汇报消息。小姐料事如神，实在厉害。我带着几分困意问：东宫出事了？是啊。紫云一脸激动，太子吐血不止，危在旦夕。西翠下药被查出，已经被废去太子妃的身份，关入大牢听审了。紫云激动之后又有些担忧：小姐会不会查到我们身上？我望着窗外吹过浮萍的清风，淡然一笑：不会的，他们连那个假神医都抓不住。大牢中的西翠经过3堂会审，几番言行之后，终于交代他从宫外买药的事。等官兵寻过去的时候，城东庙里早就人去楼空，询问周围的人，更是无人知道那个江湖游医的去向。要想把人找出来，非得耗上几年时间，也未必能结案。经过太医几夜不休的救治，萧凌终于醒来，捡回了一命。得知是西翠给他下药后，他脸上青筋蹦起，怒不可遏，
大骂他是贱人。行刑那天更是亲自把他送去了刑场，监督行刑。两世情深，不过是笑话一场。萧凌又来寻我，这一次他惶然如丧家之犬，西翠给他下的药很重，太医将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，也留下了后遗症。从前意气风发的人，耳鬓间长出了几根未老先衰的白发。萧凌笑意间带上了几分从未有过的讨好。他拿出怀中的油纸包，你喜欢吃的茯苓糕，姑找厨子学会后亲自下厨做的，那双手上有几道刚划开的伤口，他想用这种办法向我求得原谅。石锦，趁热吃，看看姑的手艺怎样。我捻起一块洁白剔透的糕点，却并未入口。前世为了让他多陪我2日，我也暗中学了很长时间的厨艺，每日守着他回来，给他送上热腾腾的羹汤。莲子鸽子汤好喝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旋即明白过来，我在问他前世之事。萧凌连连点头，石锦的手艺极好，姑都喝完了，只恨这一世再也喝不到了。最后的叹息失落，他发自肺腑。我却是失笑，要知道我根本没给他做过莲子鸽子汤，因为他不喜莲子的清苦，可想而知我精心准备的膳食，守着小炉子炖好的清汤全都进了西翠的肚子里，难怪他在东宫里被养得极好。提到前尘旧事，萧凌红了眼眶，他哽咽着嗓音问我，石锦，如果姑没有认错恩人，我们是不是也能举案齐眉，帝后和谐，成为一代佳话，流传青史？我没有回答。认错救命恩人不是他薄待枕边人的理由，薄情之人怎堪期许？在我沉默中，他继续落泪。石锦，姑悔了，早就悔了，这一世你就下姑，为什么要报上西翠的名字，不告诉姑你的真正身份，害得姑又与你错过？他竟是低声埋怨我。我轻笑，殿下你与西翠子孙满堂，又纵容他穿上我的凤袍，你对他用情之深，我怎好不成全？萧凌的脸色涨红，又变得惨白，许久才喃喃，都是前世的事了，姑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，你原谅姑吧，没有你，姑才发现处境艰难，你能不能再帮姑一次？姑可以给你太子妃之位。我定定看了他良久，笑了起来。好啊。萧凌满脸喜色，姑便知道整个东宫2世以来，只有你待姑是真心的。西翠那贱人抢了你救命之恩，迷惑了姑一世，姑已经让人把她丢入乱葬岗，被野狗蛆虫啃食。光是西翠的一条命怎么够呢？还不足以驱散我胸膛中的怨怒。我忍着恶心，向他出谋划策，说起了不久将会发生的蝗灾。上一世江南富庶之地，许久未雨之后爆发了蝗灾，只要殿下亲自运粮去江南救济灾民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不假以人手，便能赢得民心，挽回皇上心中的形象。我徐徐说完，萧凌越听眼眸越亮，最后府长激动道，姑都记起来了。对，不久将会有蝗灾，姑现在就去准备。看着他兴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我唇边笑意冰冷如刀。前世这些事都由我殚精竭虑为他运作筹划，而萧凌这个草包不过在烈日下稍微露了一面，稳定了人心，他就叫苦不迭，嫌弃灾民身上臭气熏天，很快忍不住钻入帐篷内，找西翠给他放松筋骨。上一世我能扶他上青云，这一世我要亲手送他下地狱。我将写好的密函绑在一只飞来的云雀身上，抬手又将他送入云霄。去吧，告诉你家主子，太子已入圈套。3月之后，江南和前世一样，遭遇突如其来的蝗灾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赤地千里，群臣束手无策之际，萧凌挺身而出，说他曾做过一梦，梦中仙人告诉他会有灾情，所以他囤积了不少粮食，正好可以救济灾民。帝王听完，龙颜大悦，派他运送粮草，速前往江南。萧凌亲自运送粮食到了江南，一袋袋粟米装了足足100辆牛车。他春风满面，只要这次立下功绩，绝没有人能撼动他太子之位。开袋放粮，一声令下，粗布麻袋被打开，里面流出的不是谷物米粒，全部都是杂草沙石。灾民百姓拖家带口而来，听说太子赈灾，带来了无数米粮，不会叫他们再饿肚子。谁能想到里面全是不能吃的沙子。一瞬间，冷汗涔涔而下，湿透了萧凌身上的蟒袍。怎么会这样？姑亲眼看人装的是米被谁换了，等不及他想清楚。饥肠辘辘的灾民发生了暴乱，全都冲破官兵封锁，一拥而上。这场暴乱由太子的皇叔怀王领兵而来才平息，他让人重新施粥放粮，体壮者少分，老弱妇孺者多分。江南终于重归平静。在这次暴乱中失踪的太子怀王交到了我手里，麻袋解开，昏迷的萧凌倒在我面前，我端起一杯冷茶将他浇醒。石锦醒来后的萧凌见到我如同见到救星。石锦，再帮姑一次，姑这一次一定能做好，你会救姑的，对不对？2生2世都是你不离不弃辅佐姑登上了皇位，只要让姑回去，姑立马册封你为太子妃。他失了前世的气度仪态，恐惧让他狼狈卑微，又无比丑陋的趴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帮他一回，求我放他走。我只是做了一个手势，怀王身边的2个护卫轻易将他拽起，像是拽一条死狗，拉上了城楼。城楼上视野极好，来往的晚风
吹拂我耳畔的发丝。很可惜，萧凌没有欣赏夜景的兴致，他牙关发颤，口齿不清问我：石锦，为何带姑来这？是想要给姑什么惊喜吗？我笑着凑近他的耳边，就像他前世在我耳边叹息责备的低语：让你去死，惊喜吗？白石锦，你不能，姑已经知错了，知错了有什么用呢？一句话就想抵过我10年间受过的痛楚委屈，摔下城楼，血流尽的绝望，推下去别让他死太快，让他摔满10次，尝够了从城楼跌落的恐惧，让他每一次都能感受自己身体的折断错位，一声声惨叫划破夜空，直到城楼下面被血浸透。我冷眼看着最后一次摔下城楼再也不动的人，才找到怀王复命。太子殿下畏罪自裁，跳下了城楼。这位杀伐狠厉、有谋略、有抱负的怀王，负手垂眸望了我许久，忽然问我：白家小姐，你可愿做本王的王妃？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平静如水回答：不愿，但我要怀王亲笔写下的免死书，我要确保他登基之后不会对我痛下杀手。他薄唇轻勾，低笑：还好你是本王的盟友，而非敌人。是萧凌那个蠢物有眼无珠。当夜，我离开了怀王的营帐，紫云在马车中等我。小姐，一切已经收拾妥当了。我看了一眼夜空，风起九州，天下该乱了。多年之后，戎马孔总，江山易主，西湖之上，一叶扁舟从垂柳深处缓缓荡出，暖融的春光落在他酣睡淡然的脸上。轻舟远山渡，陌上人似玉。